是很烦，像一颗颗拔掉安全针的炸弹。也许最后结果是虚惊一场，就算受了伤，也得孤军作战。有时候摔倒，连跌带滚很冤枉。扶你的人突然站在一旁观看，决堤的眼泪还可以帮多少忙？为什么戏剧收场那么困难？原来生活是不安排你的战场，再好再坏自己得看着办。不要哭，不要怕，不要慌，黑暗总是企图蒙蔽阳光。所以张大你的眼，用心看，不要傻傻错过贴心的期望。爱你的人方式都不一样，有一些刁难，传达的是温暖。是非在颠倒，在混乱，家人的爱是最经得起苦难。长大你的眼，用心来看，原来我们都是彼此的希望。快点出来，大事不好啦 ！OK 啦，好了啦，快点啊，不能等了！哎呦，这么急，什么事啊？什么事？祝你生日快乐！哈利家里，哇，你们的 pattern 哦，真的很多嘞！我也祝你们生日嘛，哈利家里。我们？哦 ，National Day， 我们大家生日快乐 ！Happy birthday！ 快点 ，make a wish，make a wish。美女，祝你永远幸福快乐，永远都这么漂亮美丽。乖。哇，你们也知道我今天生日啊？哦，你跟新加坡一起生日，我们哪里敢忘记？来，尝尝艾莎阿姨的无糖蛋糕。无糖好吃没？好吃，这是健康的蛋糕，我用蜜糖代替白糖。哦，你很听话哦。听谁的话？总理啦，去年国庆日他不是叫我们要少糖、少盐、少油吗？不然会得糖尿病。哎，总理说的对，健康第一。对 ，nowadays 啊，我的咖啡没有 sugar。Kosong 啊 ，good。哇，this also very good 嘞。This one 啊，my wife make sedap。sedap。哎，我儿子嘞，哎，快点出来吃嘞，吃了我们要去看表演了。美女，祝你生日快乐！这是你的生日礼物。我想要这个想很久了嘞。妈妈，祝你像玩德woman一样，老当益壮，活到老学到老。Who is Wonder Woman？ Wonder Woman就是去年总理有特别介绍过的啊，在国庆日的时候，他说有一个70岁的阿嬷骑着e-bike送外卖啊。哦，阿妈 ，I remember she very popular one。Yes， 就是他给我灵感的。有了他呢，你就不用推着车送货那么辛苦了。哎呦，你真的很有福气，你的儿子真好。哎呀，Makcik Durian，you no need to work 哇 ，your son very big and take care already。我 I can exercise 嘛 ，body strong。我的老妈不工作的话，她会闷到抽筋的。闷到抽筋？哦，那是一种夸张的形容词，开玩笑的。哦，哎。马吉杜人，以后呢，你要多多来找我聊天，要不然我一个人在家里会闷到抽筋。哇，你学得很快啊！是个啦，只要用心学，什么都可以学得好。其实你的华语比很多华人都好。对啊，如果我不认识你，又没见过你妈妈，我一定会以为你是华人生的嘞。很多人都这么说。哎 ，OK 了，快点吃了，去吃蛋糕，吃完我们要看表演了。
早点到，早点排队，早点找到好位置，可以看到更清楚啊。马吉杜人，慢慢走，不要那么急。第一次看国庆表演啦，这半家烂呐。我们也是。我儿子啊，就不是第一次了嘞。哦，那些都是工作，今天是第一次以观众的身份出席。哦，真是啊，谢谢老天爷啊，从天上掉下来的票给我做生日礼物。哎，你们的票从天上掉下来？不是啦，楼下捡到的。什么时候的事？昨天呢？什么事？你们的 NDP ticket 是巴基什芒嘎的。什么嘎？你都不知道他昨天有多么的生气，还说我的票是他的。Pakcik Semangka, yesterday he called my wife thief. Want to report police some more. I think he pakcik 神经病 already. 我们怎么解释，他都不相信。 Very bad 哦，烂西瓜来的吗？不行啊，艾莎阿姨不可以这样被冤枉。好吗？我们走。哎，去哪里啦？啊？告诉西瓜树真相，还艾莎阿姨一个清白啊！那我不需要把票还给他。现在还有时间，走啊！来，你神经病啊！我捡到烂西瓜的东西啊，比我捡到钱还开心啊！干嘛要还给他？票本来就不属于我们的啊。OK， 艾莎的冤屈肯定要说清楚，不过不是现在啊。那等到什么时候？等到看完表演回来再说啦。走，我们走。你不会介意了哈，艾莎？那我跟你说，我帮你报仇。你晚上呢，你过去看他西瓜被夹的样子。呀，在找工作啊？可是呢，还没有找到适合的。其实，哎妈，我跟你说，如果你是想要进来劝我把辞职信拿回的话，那是不可能的啊！才不会啊！你肯离开照相馆，我不知道多高兴，整天躲在那里不生锈才怪。啊？你不反对我出去外面找工作啊？当然不反对啊，到大公司工作比较容易结识男朋友啊。啊，天哪！那你记得啊，在面试的时候呢，要探听一下这间公司还没有结婚男人多不多。如果不多的话，就不要进这间公司了。啊，那吃。呀，我是认真的啦。我是去找工作，不是去找男人。哎，这两件事可以同时进行的吗OK。爸，他有没有说什么？还能说什么？他没有说，他要走就走。然后他走了，店也不会死的，我也不会死的。不要那么大声，你都知道他老顽固了，别理他嘛。都是因为他啊！如果不是因为他的话，我就不会被困在香港里10年，都不知道现在外面的世界是怎么样的，谁还要请我？才10年嘛，又不是几百年。哎，不如作为老本行啊。我在餐饮业的名声已经很臭了。都过去10年了，人家不会记得。妈，你很好笑哎，短也是你说，长也是你说。给自己一点信心，你一定能够找到好工作的。哎，不过要记得，面试的时候千万别说你以前是被开除的。为什么？有些事说了没有好处，倒不如不说，等以后带进棺材里吧。如果那个时候我够敏感，能够让妈对我敞开，或许妈的命运会不一样。对妈，那终身的内疚挥之不去。抬起来。我们不是钟点女佣，假期吸什么地嘛？女人是没有假期的，新加坡灰尘这么多，一个星期吸一次怎么够啊？是，澳洲比较没有灰尘。对了，我在那里帮博文申请学校了。儿子答应了。先申请了再说，博文没有说不的权利。那你会不会也到我公司帮我辞职啊？你舍得吗？你公司这么多青春漂亮的女同事，少看一眼心里都不舒服。
武则天。武则天假期还需要做家务当女佣的？是你自找的。喂，你说什么啊？今天是国庆日啊！知道，我现在回来。怎么了？老板要我去加班。家里一个武则天，公司一个武则天。哎，你没出门的话，车我用了啊。你找谁？我找这里的高级经理 Colin Chong 钟克林。今天是国庆日，大家都没来上班啊。你肯定？是啊。修身、齐家、治国、平天下，没有修好身，真的无法齐家。当我们没修好身的时候，我们身上的毒素就会慢慢侵蚀我们的下一代。父母亲对孩子的影响，远远超过我们能想象的。国家53岁生日的这一天，我第一次感觉到我生命的苍白。我能留什么给我的下一代呢？如果我还能有下一代的话。为什么他有票去看现场啊？我怎么知道？如果我有去，也可能会上电视。算了，不是你的就不是你的。谁说不是我的？我是用钱买的。是你自己不小心弄丢了，还有什么话好说啊？以前一家人一起看国庆庆典，一人一碗冰糖白木耳，我煮一大锅都不够吃。看完了电视，还要到楼下去看步操，晚上还追着看花车。现在在家里啊，冷冷清清的。哇，这么迟了！地球不会因为少一个人就不转的。我出去了，记得锁门的。知道了，知道了。喊那么大声，我又不是聋子哦。他会喊给我听的。哎呀，别管他了，他就是这样的。金主人好像自己一个人在家。你怎么知道？他通知你啊？没有，他是通知全世界。他放在社交媒体上，所以呢，只要是他的 friends 都会知道。随便跟人家说他一个人在家，那不是很危险吗？哇！你看看他的照片。他不用上课吗？他放假？你问我啊？问谁？不行，你马上陪我过去找他。现在？对哦，先打个电话给他再说。你可以不要那么紧张吗？怎么可以不紧张啊？一个15岁的女孩子自己在家，随时被人盯上的。可是如果你打电话给他的话，他肯定不让你过去啊。但是我不打给他，万一我们过去他不在，不是白跑一趟吗？哦，这个你不用担心。他刚刚告知天下，他便秘，所以他一定在家。有没有搞错？大便不出也要告诉全世界的。Morning， 你的臭榴莲头了，想吓死人啊！这样也会被吓到，太胆小了吧？怎么样？我昨天生日啊，这是我儿子买给我的生日礼物。不止我的儿子对我好，
连老天爷都对我特别的好嘞。前天竟然让我捡到2张国庆日的入门票。你说什么？ We are Singaporean。丢的2张票是被你这个臭榴莲偷走的。原来那2张票是你的。是啊，为什么你捡到票不用还给我啊？票上面有写上你的名字没？如果有的话，我就还给你咯。可惜没有。像你这种贼头贼脸，你捡到票会还给我吗？偷跟捡是2个不同的字，你不要随便冤枉人啊！你臭榴莲啊！哇，你酸榴莲，你偷了我的东西还那么嚣张啊！当心你以后不得好。嗨，切，原来是你们呐！你问都不问一声就开门，不怕坏人呐？哎呦，阿妈，这里是公寓啊，楼下有保安，很安全的。再说，这个世界上也没有那么多坏人啦。那你也不用告诉全世界，现在只有你一个人在家。我要人家关心我啊！你这样会引狼入室的。对啊，什么都 po 上网，很危险的。就知道你们2个是一伙的，特地上来骂我。我们不是特地上来骂你，哎，我们特地买东西来给你吃。咦，阿妈，现在外面有那么多好吃的，谁要吃水果饼干啊？外卖很不健康的。哎呦，你这个爹地也真是的，不在家也不买一些食物留在家里给你吃。就算 Daddy 在家，他也不会管我要吃什么的啦。其实他在不在家对我来说都一样 boring。你 Daddy 有没有说他什么时候回来啊？没说，我也不需要知道。没关系，这几天小姑陪你住，住到你爹地回来为止。啊，不要啦！不要，没关系。阿妈陪你住吧，我先回去了。好啊。啊，那还是小姑姑住比较好。哎，走，我带你去客房。Oh my god！ 这样的衣服也可以穿啊？喂，你干嘛乱动我的东西啊？还给我弄到这么重！小姑姑，你很老土耶，穿到这么随便。喂，你本来是很漂亮的啊，应该多学会打扮自己。你有没有衣架啊？小姑姑，你看我像不像18岁？什么意思啊？我网上的朋友都认为我18岁耶。你网上的朋友以为你18岁？你骗人！是他们自己选择相信的，我没有勉强他们哈。你可以骗人家，人家也可以骗你。所以呢，网上的东西还是不要相信比较好。小姑姑，你和阿妈一样，越来越啰嗦了嘞。哎，你到底有没有衣架的？哎，你干嘛弄我的手机啊你？哎，你穿鞋子不要跳上我的床。哎，我跟你说啊，现在的 dating 很 competitive 的啊，男人比女人少。要是女人不出招的话，那连个草都吃不到。喂，我不是你，我吃什么草？你干嘛呢？哎呀！哎，你看，我已经帮你下载了 dating app， 只要放几张照片上去就 OK 了。这什么来的？安不安全的？这个 app 很流行的，全世界大概有5000万个人参加，够厉害吧？这么多人呢？而且估计每一个人会每天使用它超过45分钟。那不是很浪费时间？哎，45分钟之内可以找到你的 Mr. Right 嘞，够划算的啦。你干嘛？哎呦，你有一张像样的。啊，还给我！哎呀，哎呀，这张虚视图应该还可以嘞。我有这么差吗？小姑姑，我看你啊，全身上下都差。懂什么？我懂你不懂的东西啊。如果没有帮你的话，你才不会踏出这第一步啊。Oh, thank you very much. Yeah, very welcome. Anyway， 照片有了，人还需要衣装，所以我们现在就帮你改头换面。啊，我不要，我要睡觉。快点啦！这个蛮适合你的。OK， 这个 OK。然后这个我看一下，这个也不错。OK， 这个要。然后看这个，哇，这种款式特别适合你这种超龄淑女。没礼貌。然后这个也要。好了好了，够了够了，太多了太多了。这哪里会多？喜欢都要 OK， 我 Daddy 送你，快点去试，快点去试。哎，小姑姑，好看嘞！真的？我喜欢这件，那我穿走喽。马西哈爹地，你喜欢就好了。拜。
你有没有搞错？你不是出国吗 I hate you。 ？baby， 你听爹爹解释吗？谁是你 baby 啊？你 baby 不是走了咯？嘿嘿嘿，帮我说几句好话嘛。我能住。 baby， 不要这样吧 ，baby。哎，刚才那个女生是我昨晚在飞机上认识的，我送她回家，她就邀请我上去她家喝咖啡。你也知道，喝咖啡一定要早上喝才比较适合啊，所以我才没有马上回家的。哎呀，真的一点当父亲的榜样都没有啊！现在全部都要了。哎 baby 呀，哪天不是不回家，哪天真的忙啊。我一下飞机就接到电话要我回来这里了。baby， 听我说嘛啊。baby。 小姑姑，我们走了，走了，走了。你帮我看着他了，我一忙完就马上过来找你们啊！拜托了。我要这个，还有这个，全部来最大份的。我们只有2个人呢。暂时这样，不够再叫啊。不要，我看。你们是不是有套餐呢？你给我2份套餐吧，其他全部 cancel。小姑姑，连你都要惹我生气吗？ 我们只有2个人，你叫这么多吃不完，很浪费的。浪费就浪费啦，反正又不是我的钱，最好可以把他钱全部花掉。花掉他的钱，你会开心吗？没有钱，女人就不会看上他，他就会回家啦。你爸爸呢？他是因为工作忙。Lies, all lies。不过他还是很关心你的啊。 有时我觉得我像 Zenpa 的妈妈多过他女儿啊！哇，你这个妈妈很凶哎！不凶行吗？为什么妈咪要离开？一走就不再回来了，连看我一眼都那么麻烦吗？大人有很多事你是不会明白的。我明白，肯定是我做错了什么事，让他那么讨厌我。 不是这样的，你看你 so cute， 谁看到你都喜欢的。你不用哄我啦，我自己知道。谢谢。哇 ，so pretty， 拍照。越是空虚寂寞的人，越会伪装成幸福快乐的样子。只是15岁的生命。 不应该这样。一整个早上，连一只苍蝇都没有。有外公，来干什么？哦，外婆叫我带这个给你。他自己不会拿来啊，走2步路都那么懒。我帮你了。嗯。 笨就是笨了，大的这么大，小的这么小，都不适用，怎么用？外公，你这样就不对了。外婆特地买给你就很好了嘛。好什么好啊？这是他应该做的。外公啊，我还没找到工作，不然我暂时来这里帮忙了。又是你外婆的意思？不是，小姨叫我的。 他是叫你来看我怎么死吧？你告诉他，我没有那么容易死的。外公，你哪里可以这样讲话？人家对你好，你就要领情嘛。难道你要我跪在他面前跟他讲谢谢，谢谢你啊？你会吗？你又来干什么？我是来说，那天是我们母女俩态度不大好，我的女儿不懂得感恩图报。你骂得对。 我的女儿啊，太自以为理所当然了。那天我们回家后，好好的想了一想，女儿不对，我们做父母的也有错，太溺爱她了，所以才会把她宠成这个样子。你跟我说那么多干什么？我们想拍全家福，今天就马上下定钱。你女儿不是说在摄影室拍全家福很老土吗？不是一般的老土。你很厉害啊，你来拍了。啊？他。 行嘛，你放心，我外孙是大学摄影系毕业的，拍户外全家福，他很行的。那你放心，有外公主导，我操刀，我们双剑合璧，保证你们满意。怎么样？
我都跟你说了，好看对不对？来来，化妆化妆。啊？为什么要化妆？哎呀，我现在心情很不好，就帮你化妆才可以让我心情好一点。什么烂借口？可以啦，可以啦。来，这个颜色。你不要把我画到像妖怪啊！你要对你的化妆师有信心 ，OK？ 你就是因为只有15岁，所以我才对你没有信心。哎，来放轻松。你到底在哪里学的？网上学的啊。哎，那个眼影不要放太多啊，我不喜欢浓妆的。不化浓妆，拍出来的照片会像 zombie 一样的。不是化浓妆才像 zombie 吗 ？I will show you the magic of makeup。小姑姑来看一下，很漂亮啊！我漂亮吗？我的宝贝女儿是世界上最漂亮的。骗人！你骗人！哎，喂，你不要乱拍了啊！哎呀，小姑姑，你放心啦，我会选最漂亮的放到 App 上，让你的白马王子马上出现在你面前。哎，这张可以，这张可以。我的 baby 在家吗？讨厌鬼回来了。baby，daddy 特地买了你最喜欢吃的韩国炸鸡啊！哇，你看多么香，daddy 陪你一起吃好不好？哇哦，真的很香哎！你买的东西都是臭的啦！哎，你怎么可以这样啊？你管我！你生气也不可以这样浪费食物嘛。就让他发泄一下。那如果你真的不喜欢吃的话，daddy 就全部丢掉啊。baby 呀，daddy 真的是因为昨晚班机太迟了，怕回到家吵醒你，所以才不敢回来的啊。算了吧，我没耳聋，你和小姑姑说的那些话，我全部都听到了。哎，daddy 这是真的是去工作啊。daddy 没有骗你的，daddy 去越南就是和那里的制衣厂商联系。此前那品牌的服装啊，已经在那里开始生产了，很快的就可以卖到世界各地去。啊，真的啊？真的。以后呢，全世界的人都会知道有一个叫 Susanna 的品牌。你爸爸回来了，那我就可以回家睡觉了。哎，小姑姑，再陪我多一个晚上 ，please。那我有什么好处呢？我可以买很多炸鸡。你们自己决定。我跑了整天了，太累了，我去洗澡。我肚子饿了，我去叫外卖 ，OK？ 哇，这么晚还在吃面。肚子饿啊，我的 baby 睡了。嗯。你要多一点关心他，不要只顾自己。我有啊。哥，苏珊娜今天跟我提起她妈妈了。什么？她说了什么？她认为她妈妈不要她，是因为她做错了事。哎呀，离婚是大人的事，跟她有什么关系？我知道，不过小孩子有他们自己的想法吧。其实她说的也没错啊。如果她妈妈真的在意她的话，就不会这么久也不来看她了。你们两个一见面就吵架，你要她怎么来啊？你以为我想跟她吵的？是她心不讲理的。那你们当初为什么要在一起呢？两个人的性格一个天一个地，碰在一起根本就是活受罪。爱情让人盲目，婚姻让人醒悟。Anyway， 都已经过去了。哎，石永亮好像也消失很久了。干嘛突然提起他？他害你差点坐牢，要不是爸当年出手，后果肯定不堪设想。我在香港待了10年，我欠他的应该还清了吧？10年了，连感情都不敢碰一下。我对感情已经不抱任何期望了。哎，你不要扯开话题啊！你还是多一点关心苏珊娜吧。风花雪月只是暂时性的。就是我没有关心她，只是我用的方式比较另类。哎呀，你们不懂的啦。你不要找借口了。给孩子太大的压力，只会拉开彼此的距离。我就给苏珊娜自由做她喜欢做的事啊。你这样放纵她，我担心对她的心智发展会有问题啊。那总之呢，
我不会用爸的管教方式去管教我女儿。我和苏珊娜只是好朋友，不是主人和奴仆。那种没有价值感、没有自我的感受，你比我更清楚。就这里吧。不好，不好，很好啊。不好。为什么不好？好，你们3位过来。等一下，你们就坐在这个草地上啊，女儿在中间。好，妈妈你面向我的左边，爸爸面向右边，女儿笑得灿烂一点，好不好？好，来了，女儿笑得开心一点，很好。来，女儿，现在想想，你小时候要你父母亲买东西给你，充满了期待的眼神。现在你想象，你最喜欢的东西出现在眼前了，你看到了，很喜欢，很喜欢，眼睛亮起来了，啊，博文，啊，来。然后还剩最后一张，怎么拍？Hello， 来，我们过去那边。来，女儿过来。等一下呢，你就背对镜头，往前走几步，然后回头看着爸爸妈妈，好像要跟他们告别的样子。好，来，你们过来。好，你们就站在这里，然后呢，眼里要充满依依不舍的眼神，望着女儿远去。好，大家我们准备一下，来，1、2、3，爸爸向前一点。好，1、2、3。怎样才是依依不舍啊？我办不到。我也是办不到。那想想自己的儿女一直在身边，然后一个一个长大，一个一个都要走，走得远远的，忘记了回家。父母亲那种盼望和等待的心情，天天守在大门口，就希望他们能回家，怕他们忘记回家。哎呀，在外景拍照比在照相馆辛苦100倍了，哇！辛苦钱辛苦赚啊！你最舒服了，整天躲在家里，什么都不用做。不用做，你哪来的饭吃？哪来的衣服穿呢？做几粒米洗几件衣服很难呐，很了不起呀。可以吃饭了，我帮你。3碗饭要2个人盛啊，都是吃饱没事做的人。最近照相馆的生意好多了。是吗？那是谁的功劳啊？什么谁的功劳啊？是国庆日一过，我就转运了，生意就好起来了。哎，可是只有我跟博文撑着，还真的应付不过来。如果有一个人帮忙就好了。之前你不是说阿佳做的不好吗？我现在也没有说他好啊。妈，我跟你说，后天呢，我有个面试，我很有把握，我一定会找到工作的。那就好，听到了吗？只是去面试，又不是被录取了，有什么好大惊小怪的？妈，有没有煮汤啊？没有。他都说他有把握啦。听说现在外面的公司啊，每个职员都要带一个狗牌，狗牌里头要有自己的照片。什么狗牌啊？
跟狗有什么关系啊？笨就是笨啊，你什么都不懂啊。这个牌就是证明自己是公司员工的证件。你为什么突然间提起这件事啊？这个证件需要一张护照般大小的照片，让人家看清楚你是谁呀。如果不拍一张比较像样的照片，怎么见人呢？哦，我明白了。妈，拍护照照片的地方多的是，而且呢，现在机器也可以拍的，不到10分钟就搞定了。机器能拍出什么好照片呢？不要丢和平照相馆的脸。明天回来拍照。听到吗？刚才他在称赞你哎。啊？哪有啊？我都没有听到一句赞美的话。间接的称赞已经很好啦。他看都不看我。他虽然嘴巴没说，但是他心里已经答应让你出去找工作了。他不答应，我也会出去找的。哎。潘泽家，你就要开始新的生活了。过去的一切就把它抛到九霄云外去，重新再来吧。哇，这个Susanna还真有两下子啊！我本以为这个游戏会不断的玩下去，不断的扮演着猎人和猎物的角色。如果你是猎人，就要有信心承担不断被拒绝的风险；而如果是猎物，你就得时常忍受骚扰。现实世界里，我们不也在扮演着同样的角色吗？你干嘛翻来翻去的，睡不着呢？我越睡越清醒了。白天也能够这么清醒就好了。我不清醒啊，不清醒我会叫阿佳来照相馆拍照吗？你赢了，你赢了。时间过得很快，一转眼10年就过去了。自从发生那件事之后，阿佳就在照相馆做了10年了。不是做了10年，是被困了10年。害他的不是我，我是在帮他。我怕他受不了打击，走不出去。说什么待在照相馆是最安全的。哎呀，太安全的地方也会害他走不出去的。都是那个混账东西，把我们阿家害得这么惨。原本以为他们还是天生的一对，没想到那家伙却是一个不负责任的家伙。自己犯了错就逃之夭夭，要我们的阿家这么年轻就替他背那么大的黑锅，还害他留下坏名声，抬不起头来做人。那个混账东西，再让我碰见他，我一定打死他。嘘，算了啦，过去的事情都已经过去了，你就算打死他，也挽回不了阿家的清白啊。你们这种女人就是胆小怕事，遇到事情就先想着逃避，才会让那些坏人那么容易得逞。我现在什么都不想，我只希望他能够找到一份好工作，放下过去。阿佳的性格跟我一样，他一定可以的。是啊，你们2个都是火星人嘛，遇到事情就会嘣爆炸。如果他会爆炸，那个混账东西早就给他炸死了，还会活到今天呢。因为他们还有感情啊。感情都是骗人的。话也不能说得那么近。
有些感情是真的，就算过了很多年，还是不会变的。你有遇到这样的人吗？你咯，很晚了，睡觉吧。厉害哦！其实拍的不好都没问题嘛。你说我拍的不好啦 ？No， 我是说拍的好不好是靠技术，不是靠这种骗人的伎俩。这是科技的进步。我瞧不起这种进步啊！不脚踏实地，只会想着怎么取巧。拍照那么神圣的工作，都给你们这种人糟蹋了。外公，要与时并进嘛。现在有哪一张照片没有 Photoshop 过啊？什么 shop？ 电脑修图，你们以前也修的啊。我们那是小修，就好像上个妆补个粉，那像你们那种，好像送到韩国去整容，整到不伦不类。不伦不类。外公，这样算不算不伦不类啊？我认真在教你，你跟我开玩笑。你快走！我什么事啊？你又惹阿公生气啊？要来拍照是吗？护照照多少钱啊？4张12块。拍不拍啊？拍，当然拍啊！我听说和平照相馆很厉害。你们很会演嘞！还在玩，还不去准备？好。等一下我来拍啊。哦。要梳头就坐下来梳，这样站着梳怎么能梳好呢？来，让爸爸把你的头发梳得美美的。在外面工作，不像在自己的照相馆，可以让你随便发脾气，随便说走就走，一点责任感都没有。脾气不好的人好像不是我哦。你看，才说你2句就顶嘴了。你10多年没有出去外面看了，外面的世界变得怎么样，你都不知道。我又不是山鬼。在外面工作，样样事情都要小心。有一句老话说：是狼就要练好牙，是羊就要练好腿。什么狼什么羊的，我都听不懂。是说凡事都要做好准备。还有啊，不要给你的老板脸色看。我还希望我的老板不会给我脸色看，不像以前的那个。孩子长大了，个个都要走，走得远远的，说不定就忘记回家了。回家了还要被人骂，骂你还不是为你好啊？你梳好了没有？你梳很久了，头发被你梳断啦。梳断了会再生吗？不梳了，不梳了。拿你12块要帮你拍照，还要把你服侍得像皇太后一样。你自愿的，我都没有逼你。好了好了，可以了，很漂亮了，拍照了。肩膀放松一点，下巴抬高一点点，看过这边一点点啊，好啦，不要动啊。西瓜甜不甜？甜。有时候摔倒，连跌带滚很冤枉。扶你的人突然站在一旁观看，决堤的眼泪还可以帮多
多少吗？为什么戏剧收场那么困难？原来生活是不安排你的战场，再好再坏自己得看着办。不要哭，不要怕，不要慌，黑暗总是企图蒙蔽阳光。所以张大你的眼，用心看，不要傻傻错过贴心的期望。爱你的人方式都不一样，有一些刁难，传达的是温暖。是非在颠倒，在混乱。